Hello， 各位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图导机器人的课堂。我们在拼搭机器人的过程中，图纸上有些积木的旁边有一个数字，小朋友们知道这是代表什么吗？这些数字是代表我们的积木单位哦。所以今天这节课，老师会教你们如何区分积木单位和一些简单的结构。首先，我们的机器人大师教具的积木基本上分为9种。第一种就是薄片，在积木里面它是比较薄的，所以我们叫它薄片或者薄板。接下来第二种就是我们的砖啦，它比我们的薄片要厚很多，像砖块一样，所以我们称它为砖。我们的机器人套件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积木，如何区分它们呢？除了看外观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单位来区分哦。比如这块积木，它是有1排点点，但是上面会有4个小帽子，那这个就是我们1×4的薄片。这个呢，它有2排点点，每一排都有4个帽子，那我们就叫它2×4薄片啦。其他的薄片也是用这个方法进行区分的哦。区分砖块积木也一样，例如这个是1×4的砖，这个是2×4的砖。好，第3种就是传动组啦，它是用于给机器人传递动力的，分别为齿轮、单面斜齿轮、双面斜齿轮。那我们基础版的齿轮里面都是一个大跟一个小的，我们要怎么样区分它们呢？其实分辨齿轮的单位是要观察齿轮外面的小牙齿，比如像这个小齿轮，它外面有8个小牙齿，所以它就叫8齿齿轮。而这个单面斜齿轮，它一共有12个小牙齿，所以它就叫做12齿单面斜齿轮啦。而传动组的其他积木，每个的大小和样子都不一样，所以要认真观察，认真寻找哦。第4种就是我们的转换与连接器啦。顾名思义，它可以帮助我们转换轴和销的位置，或者把我们的销或轴连接起来，还可以做一些活动的关节呢。第5种就是我们的凸顶梁啦，它跟我们的砖是一样高的，不过它只有1排帽子哦，而且侧面还有一样大小的孔，分辨它的单位就是靠上方的帽子啦。1个帽子等于1个单位，像这个上面有8个帽子的，它就是8单位凸顶梁啦。这个12个帽子的，我们就叫它12单位凸顶梁。接下来第6种就是我们的连杆，它跟凸顶梁都有一样大小的孔，但是没有上面的小帽子了。不过我们的连杆是观察孔的数量来辨别它的单位哦。像这个有3个孔的，就是我们的3单位连杆；这个有7个孔的，就是我们的7单位连杆。其实我们的连杆也是一种传动装置哦。第7种就是我们的十字轴了，它也可以称为轴。想要知道轴的单位，可以用我们的凸顶梁和连杆，或者一些比较长的薄片来测量哦。现在老师来示范一下，我们拿一根最长的凸顶梁，然后把轴放在凸顶梁的帽子旁边，观察一下这根轴跟凸顶梁的几个帽子一样长。那之前老师说过，凸顶梁的1个帽子等于1个单位，这个轴有6个帽子的长度，那它就是6单位轴啦。每根轴都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测量哦。在轴里面，除了红色的2单位轴，一般情况下灰色轴的单位一般是奇数的，而黑色轴的单位一般是偶数的。接下来第8种就到我们的销啦。销可以连接带孔的积木，每一种销的摩擦力都不一样，摩擦力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的黑销，还有蓝色的长销。那摩擦力比较小的呢，就有我们的光轴销，还有灰销、半轴销。摩擦力大的销连接带孔积木时，活动性比较弱，固定力强；而摩擦力小的销固定连接带孔积木的时候，就变成可活动性强，固定力较弱啦。要记得，在使用销做固定时，如果单用1个销来连接的话，我们的梁或连杆是可以转动的，用2个或2个以上的销连接才可以固定住形状哦。最后一种就是我们的特殊件啦，它们一般是用来装饰或者其他用途的哦。在这里还要跟小朋友们说一下，拼搭积木的过程中遇到难拆的零件时，我们可以利用套件中的拆件器哦。比如销和轴，我们可以用拆件器的轴把它们顶出去，而薄片、砖、梁这些积木就用拆件器的前方
对齐积木的点点拼上，然后把手的位置往下用力，这样就可以轻易把积木翘起来啦。如果要把下面的零部件拆出来，我们还可以把拆件器上面的点点拼在积木下面，然后用力往上翘就可以啦。这样瓷砖片的积木可以把拆件器的尾部插进积木间的缝隙里往上撬动，这样就可以把积木分开咯。电机和传感器也是用拆件器进行拆解，不能直接拔线拆除哦，这样会容易损坏零部件呢。积木的单位介绍就到这里啦，小朋友们，你们学会如何区分积木了吗？现在赶紧拿起我们的说明书开始拼搭吧。区分完积木单位后，老师给你们讲解一下在机器人拼搭的过程中常会用到的简单结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汉堡包结构啦。当我们需要把梁或者连杆立起来或固定时，就会用到我们的汉堡包结构啦。因为把梁或者连杆立起来是需要上下2个固定点，而我们2个凸顶梁叠加起来没办法对齐连杆和凸顶梁的孔，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加入2块薄片，这样我们的梁和连杆就能与连接孔对齐啦。如果你们想固定4个以上的凸顶梁，就只需要加入1块薄片就可以上下固定啦，简称4厚1薄哦。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护锁结构啦。护锁结构就是当我们要把2块积木连接起来的时候，会用1块积木搭在2块积木的中间，把它们锁起来。但是这样我们的积木会不够稳定，容易松掉散架。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在下面再加1块积木，让它形成上下护锁，这样我们的积木就会变得更牢固啦。这2个简单的结构你们学会了吗？